Hello，大家好，我是桌游菜鸟，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要来录游戏推荐的节目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了，那我们现在才来讲2025年的我喜欢的游戏，不知道各位玩家是不是觉得太慢了呢？在这边我也需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到2026年年中了，我们才开始来介绍2025年喜欢的游戏呢？原因是因为整个2024年的游戏其实蛮多的，我一直玩到了2025年的春季结束的时候，其实还不断的在尝试2024年没玩完的游戏，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甚至还因为这样，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再发一期，就是以前呢，我可能漏掉的一些游戏没有被列在我的榜单，或者是没有在我的频道介绍，但我在2025年玩到，仍然觉得十分好玩。但是因为很可惜，它没有在我当年制作榜单的时候被我玩到，所以没有被我列在以前的节目。但我仍然希望它被其他玩家注意，所以我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录一集，比如说2025年以前出版的游戏，但没有被列在我榜单的游戏推荐了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就是2024年好游戏真的太多了。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整个2026年的年初到年中也真的蛮忙的哈，不管是我自己出版社的原创游戏出版那去出展啊，或者去做编辑工作，那我有相当多的桌游时间都花在这些相关的桌游工作上，连带的也让我少了一些时间去尝试各式各样的游戏哈。那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才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时候才录影推出哈。那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快来看看我今年推荐的这15个游戏。那这15个游戏我挑选出来的标准呢，其实都跟往年一样，一来是依据我的口味，二来是我在主题美术上呢都有一定的执着。那如果规则的复杂度越高，我也会相应要求同样的回馈感。所以在2026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 BGG 大作哦，然后可能很多人喜欢的，并没有出现在我这份榜单里面。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少的游戏呢，虽然在公众视野或者是重度策略玩家眼中呢，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可是在我定这一份榜单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然后就被我排除在外了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以后我可能还会找个比较挑剔的 YouTuber 跟他合拍一集，就是2026年大家都说好，但是没有被我列进榜单游戏，以及来聊聊为什么的原因哈。好，那废话不多说，大家通常都来看榜单，不是来看你讨厌的游戏嘛，都是来看你要推荐什么游戏嘛，所以我们马上来推荐我最喜欢的15款游戏。那今天的榜单呢，先从这前10名开始，我们把前面的榜单都讲完了之后，再来讲后面的第11到第15名。我的第10名游戏呢，是一款台湾设计师的游戏哈，那它就是 Create Camp。心意相通哈，这是一款由财星俱乐部的设计师 Sky 所设计的一款创作型派对游戏。那在这款游戏中呢，玩家会根据题目还有素材，那这些素材就是各式各样的桌游配件了哈，有点像 Pitchers 的那一款游戏的做法。玩家观察台面上开出来的题目卡跟素材做出作品，然后同时从别人的作品中去猜出说，到底他是在做台面上的哪些东西，来抓出台面上并没有被其他玩家所做出的卡哈。游戏中呢，每位玩家都会拿到他们的桌游配件素材跟当次的创作主题，那就会用很有限的元素做出自己的作品。其他人呢，不只是欣赏还要观察这些作品背后可能对应的提示。那特别的是这个游戏呢，跟以往的这种创作型派对游戏不太一样，它其实更要求玩家去观察没有被处理到的题目。那所以玩家从大家的创作中呢，去推理出到底整场的题目卡里面哪些没有被大家创作，也就是说你既是创作者，还要观察别人的作品，脑洞大开，当一个好侦探哈。那它好玩的重点不是说谁做的最好，而是说因为大家都在抓那些没有被做的题目卡，因此在做猜测的时候呢，它的逻辑多转了一层，所以在揭晓作品的时候就很好笑哈。有的人做得很认真，那却让大家完全的误会。那所以这款游戏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大家在揭晓答案的时候，可是呢，它得分的点又是因为你必须要去猜测到底是哪些卡没有被大家做到这一个再转了一层的点，因此就让这个游戏呢在欢笑之中有了一些有趣的深度哈。那这款游戏呢就非常适合那种需要联想感、喜欢妙语说书人
人类似的游戏，但是更想要动手又有即兴创作感的玩家呢，你就会非常喜欢这款游戏哈。Create Camp， 我的第9款游戏呢是一款小型的卡牌游戏哈，它叫 Trinket Trap， 它是一个结合竞标跟成套收集的小品游戏。在游戏中呢，玩家你就要用你手上的各式各样数字的小饰品卡去竞标，抢下一轮你想要的宝物卡，来打造你家里最好的收集。这个游戏每一个回合呢，都会翻出新的小饰品卡，玩家就从你的手牌里面拿一些卡去出价来竞标。那这些竞标的卡呢，会决定你接下来去拿卡的顺序。可是重点是你拿出去竞标的卡不一定会消失，因为它会丢到桌面上，可能变成其他玩家可以取得的卡牌选择哈。换句话说，你出的价越高，你顺位越好，但你也可能因此把好牌送到别人眼前哈。那游戏就进行数回合以后，玩家就按照你收集到的卡牌上面的成套收集不同的规则计分来拿到分数。那这款游戏看起来很可爱，可是其实它的核心非常的刁钻哈。你每次拿牌出去竞标的时候，都在问自己说：这张牌我真的舍得放出去吗？还是我到底想要抢第一顺位，但会不会因此把别人给喂肥了？那它的互动呢，不是那种玩家间互相攻击的互动，而是比较松散的去互相卡对方的资源啊，然后去纠结在我到底拿这张牌出去竞标，我自己得到好处，别人会不会得到更多啊？等等这种比较欧式宽容的互动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轻量化、节奏快，但又有那种我刚刚是不是算错这种小小懊悔感的欧式游戏玩家的话，你一定会很享受这一套游戏哈。Trinket Trap， 我的第8名游戏呢，也是一款小巧的卡牌游戏，而且是我在日本的 Game 妈发现的哈，它叫做 A Ball Crab Down Beetle。这是一款呢规则会一直改变的卡牌爬阶游戏，也就是俗称的大老二游戏。大家要想办法把自己的手牌赶快打光，就会赢的游戏哈。但这一款游戏跟一般的这种卡牌爬阶游戏最不一样的是，场上到底能不能出牌，会取决于场上的动物标记。在这个游戏里面呢，玩家手上有不同颜色跟数字的牌，那个桌面中央呢，就像是野猪啊、螃蟹啊、粪金龟啊这种动物标记。那这些不同的动物呢，就代表不同的出牌条件。那轮到玩家的时候呢，你可以依照目前的桌面上的这个动物标记的规则来出牌，但你也可以选择放自己的动物标记，改变接下来的出牌规则。那如果说你不能出牌，你就要去把那个动物标记反而拿回来哈。所以回合结束的时候，这些手牌跟动物标记都是你扣分的压力。这个游戏厉害的地方哦，它就是把这种 Uno 啊或大老二这种快点脱手的打牌的这种卡牌游戏的规则的直觉感，变成一种操控战。也就是说，玩家你不断的在改变每一个回合出牌的规则，而且你改这个规则并不是为了自己出牌，也有可能是为了要去卡下一家。但如果玩家拿越多的标记来改变这个规则的时候，结算也会越痛。所以就非常适合很轻快、有一点吵闹但很坏心眼的这种桌游卡牌的游戏场合。那规则简单，可是呢，每一个回合你去动这个动物标记的时候，都会让整桌的气氛立刻爆开哈，是一款我很欣赏的这个卡牌爬阶游戏 A Ball Crab Down Beetle。我的第7名游戏呢，是一款大盒的欧式游戏哈，是 Covenant。那 Covenant 是一个用矮人氏族作为题材的工人放置跟轻度的引擎构筑游戏哈，而且它的引擎构筑是构筑在所谓的连锁行动哈，就是 Action Combo 哈。那在游戏里面，玩家要带领我们的矮人氏族重返祖先的山城里面去挖掘、战斗、建设，然后重新恢复我们矮族的荣耀哈。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分成3个时代，玩家会不断的派遣这个矮人去做工人摆放的行动，来执行各种任务，像是探索矿坑啊、挖掘通道、搬运资源、锻造物品、镶嵌宝石、对抗敌人，并建造能够带来能力或者是分数的建筑，在自己的家里来加强你的行动强度哈。那随着这个公版图上的山城逐渐被玩家开发打开，那会有各种不同的行动跟得分机会也会陆续出现。每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呢，玩家就会依照建设贡献跟任
务完成状况来累积分数，得到最多的分数的玩家就会获得胜利。这款游戏最有魅力的就是说，你在游戏中的每个动作都可能串成一整排，每个回合你不只是派一个工人去拿一个资源啊，做一个行动啊，而是想办法在历次的行动中，像是挖掘、运送、锻造、战斗，让他们彼此能够串接起来。而且在一个比较轻度构筑，而且行动数相当克制的一个游戏框架下呢，玩家你要把你的行动链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去串起来，让自己变成一个越滚越顺的矮人引擎工厂哈。那它在题材上很有代入感，不是一个就是单纯靠机制抽象拿分的一个欧式游戏，所以你在玩的过程中，你真的会有一种你在把失落的地下王国一块一块修回来的感觉哈。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行动 combo 啊跟重建感的这种玩家呢，你又对这种行动数不多，然后非常纠结的引擎构筑非常喜欢的玩家呢，你一定会对 Covenant 这款游戏非常喜欢哈。那这个就是我的第7名游戏 Covenant。我的第6名游戏也是一款欧式游戏哈，就是天下哈。这个天下呢，它其实是一个战国题材的，也是工人放置加引擎构筑哈，跟前面那一个游戏一样。但是呢，它的风味完全不一样哈。在游戏中，玩家要用有限的工人哈，在战国七雄之间安插总督啊，经营资源，同时在面对北方蛮族的威胁下呢，尽可能的发展，得到最高的分数哈。那在这个游戏会进行数个回合，每一回合呢，玩家你就会用你的工人来做各式各样的行动，像是派遣总督到地区啊，支援不同的王国啊，贩售货物给商船啊，建设港口或防御设施。那你也有可能训练士兵啊，筑墙抵抗外敌啊。每个动作都会影响你在各国的地位跟收入，而且在每回合呢，都有一个外部蛮族入侵的阶段。如果这个威胁没有处理好的话，也有可能让大家在地图上做的这些行动布局的板块被破坏，而阻断了你的策略。那天下的好玩之处就是说，他把这种我想自己得分跟大家不能完全放任灾难，就是这个北方蛮族入侵啊，这2个核心观念互相拉扯。身为玩家的你啊，可能很想把工人拿去做很高分的行动，可是如果你不去顾虑防线呢，整桌都会付出代价。那再加上工人数很少，每一步的抉择对你来说都很重要，都很紧迫。你必须要妥善的分配，而且这个游戏非常吃你的开局资讯解读，来方便你在后续的这个工人摆放位上去架构你自己的行动链哈。所以对于喜欢资源很紧绷，又喜欢这种 combo 的奖励，而且又带着一点共同危机感，可以互相嘴一下的这种欧式玩家来说呢，天下对你来说会是一款很对味的游戏哈。这就是我的第6名，天下。我的第5名游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游戏哈，有点不欧不美，但我觉得美式的成分更重一些啊哈，它就是 The Old King's Crown 哈。The Old King's Crown 呢，它是一款卡牌驱动的，算区控吗？还算征服跟权谋游戏。其实这款游戏对我来说更像是外交游戏，但是因为它的核心机制是欧式的出牌哈，手牌管理跟下注，所以呢，我才会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提到说，它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定义真的是不太容易哈。它玩起来既不像欧式游戏，比较像美式游戏，但是它的过程感觉是非常美式的哈，因为它更多的成分是放在谈判、布局跟虚张声势。那游戏的背景呢，就是一个架空历史的背景哈。这个世界的国王王位空了之后，等于每个贵族的王室继承人都想把皇冠拿到手，因此就开始了尔虞我诈的争斗。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会操作不同的势力哈，在这个公版图的王国地图上去派出前哨卡啊、按部队卡啊或密谋卡啊，然后玩家会在区域里面不断的想办法争夺关键的地区或影响力。玩家手上的牌不只是行动，也代表资源啊、战力啊、承诺跟风险。那一旦你把牌打进去投入冲突，你有可能获胜，也有可能被消耗，甚至被对手暗杀，被迫退出。那听完这些行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你在游戏过程中你很难预测对手会对你做出什么行动的游戏。虽然你有可能在玩过很多场之后，可能透过游玩的经验，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那个势力的玩家会怎么样来弄你但是因为每一局每一式都因为卡牌的变化而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你几乎不太会经历同样一局的游戏。所以每一场游戏呢，你都要在场上及时的判断，哪里要重压，哪里只是诱饵这样。
那这款游戏的核心乐趣就是如我刚刚讲的就是每个玩家都在演，每一场游戏你都会看到对手大张旗鼓布局，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要打，还是要只是骗你把牌丢出去而已。那你也可以用很小的成本去对对手制造压力，逼别人过度防守。它不是那种安静跑分的游戏，在游戏中你一定不断的会跟对方谈判，而且谈判的过程中充满眼神威胁跟反威胁的那种政治对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用欧式机制来表达这种美式游戏的爽感的玩家又很喜欢那种高度玩家冲突然后奇幻权谋的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 The Old King's Crown 就是你的游戏。我的第4款游戏呢，是一款也是比较大型的欧式游戏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它并不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欧美题材。那这款游戏就是《Tycoon India 1981》。那《Tycoon India 1981》呢，它是一款经济建设加政治影响力的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印度的企业集团要想办法在1981年那个动荡的年代，在矿产、燃料、农业、电力跟运输、金融这些产业中去抢占关键的位置来发展。那在这个游戏中呢，玩家会在这个公版图上的印度地图上取得政府的权利建设工厂，发展不同的产业，而且要尝试让自己的企业集团在财富、民生跟政治影响力之间取得平衡。游戏的时代背景呢，它就让那个市场并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在游戏里面，玩家要面对政策官僚体系产业机会以及对手在同一个区域、同一个产业的竞争卡位，互相的对抗。最后不只是比玩家最有钱，而且还要比谁能把这个帝国经营的最有影响力。那它很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它把这个经济游戏做得很有时代风味。那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会透过它的这个很特别的机制，不断的去思考说，我到底是要投资高收益产业呢，还是先去拿政治优势？我到底是要分散风险，还是要重压某一条供应链？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经济题材、产业布局、政策干扰或长线规划的玩家，你会很享受这个游戏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就是你不是单纯去数学运算去算完一个市场就好，你还要懂得跟制度共舞。也就是说，在这个游戏中，你还要想办法利用机制上的设计，不断的去操控甚至改变制度，来为你自己得到优势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与一般欧式游戏特别不一样，也让人觉得很有风味的地方Tycoon India 1981。那我2025年第3名的游戏呢，也是一款前作让我很喜欢的续作作品它的前作大家都知道叫 Revive， 所以就是 Recall。Recall 呢是一个 engine building， 又是引擎构筑加探索的游戏。它跟 Revive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Revive 在卡牌的成分上面比较偏向一卡多用，而在 Recall 里面呢，它把这个核心的重点放回了公版图上，然后它的手牌的机制反而改用了 Key Card 的想法，玩家使用这个 Key Card 呢来做行动，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做 Recall， 可以把资源跟卡片循环再拉回来。那透过这样的行动循环来组建自己的策略行动链。那在这个游戏中呢，每个玩家开局都有不同的部族跟装置的组合，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能力方向。回合中呢，玩家可以打出这个关键卡，就是 Key Card 去启动这个行动格，然后来触发卡片本身的能力，也可以选择 Recall 回收已经使用过的 Key Card， 那来产生资源。那玩家呢会派出这个角色去探索地图，取得资源，推进知识或能力轨，透过各种路线建立自己的分数引擎。但这方面蛮像 Revive 的。那 Recall 的爽点就在于我还能不能再多撑一回合因为我觉得它跟 Revive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更专注在公版图上的行动，而由于它的行动数也非常紧迫，所以每一回合玩家都会想办法在思考说我到底是要 Recall 来补回我的行动循环，还是继续透过 Key Card 不断的去触发行动，把公版图上能够得分的目标尽快的抢先对手一步来完成否则如果太早 Recall 的话，可能会让玩家的行动链效率不够，可是你可能太晚又可能会卡你的行动链的手所以这种纠结就成为 Recall 很好的风味。那再来不同部族跟装置的搭配，也让每一场的游戏的引擎组合很不一样。那如果你很喜欢以前 Revive 那种探索加引擎成长的感觉，又想知道一下设计团队到底在舍却一卡多用之后，如何在
在更关注玩家的公版图行动效益跟更强烈的竞速感的体验会做成什么样子的话，那 Recall 就是你要找寻的那个答案哈。我的第2名游戏哈，是一款文明游戏，而且我很开心玩到它哈。那这款游戏就是 APEC Course of Cultures， 那这是一款文明游戏哈，而且听说是一个香港设计工作室设计的哈。那我很开心玩到，就是亚洲设计团队也有人来做出一个比较大一点，而且很有史诗感的文明游戏哈。那它是一款结合 4S 跟卡牌手牌管理的游戏，它的核心要素就是大家知道文明游戏常见的 4S 元素：探索、扩张、发展跟对抗。那在游戏中呢，玩家不只是盖城市，而是透过各种的手牌管理跟出牌跟台面的卡牌构筑来带领一个文明走过古代、中世纪到近现代。那在游戏中呢，玩家会在不同的时代去发展自己的文明，然后同时呢，透过各种的卡牌来做相关的行动，像是去探索新的地形、扩张领土、建立城市、研究发明、改变你的政府结构、改变你的政体、建造奇观。那你必要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跟其他文明，就是玩家发生军事冲突。那每一个时代呢，游戏的卡牌都会为玩家带来新的科技跟策略方向，而地图资源、市场和对手的行动呢，则会决定玩家在这一局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线，比如说军事路线呢，还是经济路线，科技路线呢，还是奇观路线。那它的核心乐趣就在于说，这个游戏的文明路线呢，不是你一开始就定死的，很有可能比如说你一开始想和平发展，但旁边的玩家突然扩张过来，也有可能呢，因为台面上的卡牌的变动，抽到啊，或研究到一个某个发明卡，然后就让你整个文明方向大转弯哈。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款把 4S 跟卡牌的游戏长度控制的刚刚好，让你很满足，时间却又不会花费太多，而同时在游戏中又能够体验到那种时局不断变换，文明的发展呢，必须在多变的场合与时代中不断的因应改变才能存活下来的一种史诗感。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地方。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很喜欢文明游戏的人，你一定会享受在这款游戏里面从小部落慢慢变成大帝国的那种尺度感。那喜欢策略互动的人则会喜欢这款游戏在地图啊、科技跟节奏上的玩家互动跟拉扯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文明游戏 APEC Course of Cultures 2025年第1名的游戏哈。不用说啦，那个复杂科 Vito 又是你的游戏啦。Speak Easy， 说到复杂科不要害怕，我觉得 Speak Easy 大概是他近几年这5-6款游戏里面算是比较简单、重度比较没那么高、复杂度也比较低的游戏，但是给你带来的核心乐趣还是很棒。Speak Easy 的主题就是黑帮经营游戏，那它的核心机制是工人摆放、手牌管理，还加上区域控制哈。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不是单纯用工人拿资源，而是透过工人摆放的各种行动，一步一步的把公版图上的曼哈顿变成你的地下黑帮帝国哈。那在游戏中，玩家扮演那个美国禁酒令时代的黑帮老大，然后就会派出你的帮派小混混到各个城市地点去做行动，像是走私酒桶啊、招募打手、扩建地下酒吧，甚至把你的暗盘生意去升级成赌场啊。那每一轮呢，玩家都要想办法在赚钱、扩张、解任务、区域控制之间取舍。但你如果生意做越大呢，你的恶名值越高，警察压力啊跟其他黑帮的注意也会跟着上升，然后对你产生阻碍。那最后谁能把这个非法帝国经营到最有钱，谁就是曼哈顿夜生活真正的老大哈。这个游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机制和主题扣得非常紧，是很难得，就是 Vito 所有游戏里面一样扣得很紧，但是没那么啰嗦的游戏哈。也就是说，它的行动链很直觉，玩家你每派出一个人呢，都像在做一笔见不得光的交易。你到底在游戏中要很高调的扩张呢，还是低调累积？你要抢热门的地点呢，还是先把自己的引擎养起来？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重度策略、连锁规划、很强烈的主题感，而且还有那种很强烈的经营感觉的话 ，Speak Easy 呢，就是那个很适合你的游戏。尤其你如果是 Vito Lacerda 的粉，然后又对他最近这几年那2-3款规则复杂度很高、规则细节太多，然后又没有什么主题感联动的玩家来说，这一款就是解救你的一款游戏，会让你重新成为复杂科的铁血粉丝哦。
好，以上呢就是2025年呢我的前10名游戏哈。那当然呢，每年谈到前10名游戏，都会提到一些进不了前10名，但是我仍然很想要推荐给玩家的游戏。好，那我们马上进到第11名哈。第11名呢，也是一个有中文版的游戏哈 ，Eternal Decks 好，永恒牌。永恒牌是一个有线沟通的合作牌组管理游戏哈。在这个游戏中呢，玩家一边补充自己的牌组，一边完成场上的阶段目标。在这个游戏中呢，每个玩家有自己的牌组跟手牌，那通常会依照场上的规则把这个数字牌放到共同的区域。例如这些区域有一些条件是要递增、递减或符合关卡指定的条件。这个游戏有趣的是牌会被消耗掉，所以你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再想办法拿进新的牌组或新牌，让自己最后还能出牌。因为你一旦让玩家没办法行动或没办法出牌的时候，游戏就输了哈。所以在这个游戏中，玩家可以一起讨论策略方向，但是你不能公开你的资讯，也不能够去暗示自己的手牌。所以只要有玩家没办法好好的一起灵动一下，互相感受一下对方在干什么，而让彼此的行动都能够一直很顺畅的进行下去，来解决这些难题的话，就会导致有些玩家轮到他的时候没办法出牌，就会一起失败哈。那这个永恒牌呢，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它的美术很漂亮啦哈，不然的话单纯依照这个游戏规则，其实通常不太会吸引我这种对合作游戏比较挑剔的玩家。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张力，来自于那种全场玩家一起感觉说我们到底还能撑多久，因为在游戏中你知道队友好像需要帮忙，可是你不知道他手上到底卡成什么样子，那你想要拿新牌又怕眼前的目标没人处理。一般呢合作游戏就是最怕呢一个人指挥全场，那永恒牌这种有线沟通加秘密手牌机制刚好可以避免这件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很安静紧张，玩家们共同解谜，每一张牌又很珍贵的这种合作游戏难得的感觉哈。这个就是我的第11名 Eternal Decks 永恒牌。我的第12名的游戏是 Ants 是蚂蚁王国题材的巢穴建设游戏，它的核心机制是工人管理跟地图扩张。那在游戏中呢，玩家经营自己的蚂蚁聚落，从孵化、成长到分工，培养出挖掘、探索、采集等不同用途的蚂蚁来做行动。那这些行动包含你可以去挖掘巢穴的房间，探索地面的板块，采集资源，建立供应路线，打败敌人，打出卡牌或孵化新蚂蚁。很多行动呢，不是看玩家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你愿意投入几只蚂蚁。那投入越多，效果越强。可是投入越多蚂蚁呢，也会让你之后可用的劳动力变少。玩家派出的蚂蚁数量和种类也会影响你的行动强度，所以玩家要不断的在这些行动选择中纠结。那这款游戏最有趣的是，它真的会有蚂蚁社会在成长的感觉。因为在游戏中呢，你不会感觉自己好像抽象的只是在丢工人做事情，而是在管理一整个蚂蚁的生命周期。比如说，我现在要不要孵化蚂蚁啊？还是我要先挖蚂蚁的巢穴房间，或者是我现在就要立刻冒险出去抢资源。那当玩家的巢穴啊、地面路线跟蚂蚁分工慢慢串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的建设成就感。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它做的蛮有趣的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然题材跟中重度欧式游戏机制构筑感的玩家哈，你就可以来玩这一款游戏，我觉得会相当的合你的胃口哈。Ants。我的第13名游戏呢是 No Loose Ends， 它是一个吃墩游戏。吃墩游戏要被我推荐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款真的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吃墩加抢劫主题的游戏哈。在我游戏中，玩家你的目的不是要单纯去赢墩，而是要想办法规划证据，再用吃墩把证据一个一个处理干净。那这个游戏玩法分成计划跟执行。在计划阶段，玩家会用手牌宣告或标记自己打算处理的证据，那些证据可能是特定的花色数字。那接下来玩家就按吃墩的规则来出牌赢墩，并且尝试让自己赢到的牌刚好能覆盖掉你在计划阶段宣告的证据，就是那些牌。那没处理掉的证据会扣分，赢太多不该赢的墩反而会成为你的麻烦。这个游戏我很喜欢的核心乐趣，它把传统吃墩的这个目标扭转了一下，让玩家不是赢越多墩越好，而是要赢得刚刚好。也就是说，更考验你的卡牌控制能力。你在计划阶段就好像在跟全世界宣告说，我可以完成这场完美犯罪。可是你一吃墩以后，所有人都可能打乱你的节奏跟计划，所以你要准确算牌，
牌算到最后一张，刚好把所有的证据收干净。如果你能完成这个目标，那种成就感非常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蹲，而且更讲究精准手牌判断控制跟小规模心理战的玩家，你会很喜欢这个游戏。这也是我觉得它是2025年吃蹲游戏里面很有特色的一款No Loose Ends。我的第14名游戏呢，是一个很闹的赛跑游戏就是 Heart Track。它是一款结合下注跟赛跑的派对游戏。那在这个游戏中呢，有很可爱、很漂亮的模型，透过一些比赛卡牌来做 auto run， 开启这个赛跑游戏。那在这个游戏中，玩家要下注，甚至来偷偷影响这些比赛排队，看这些可爱的玩偶们在赛道上失控狂奔。那游戏会进行3场，每一场比赛前呢，玩家会决定选择要怎么下注，可能会压某些玩偶，也可能压一些更荒谬、更高风险的场景。接着，每位玩家呢就会秘密的把自己的手牌加入这个赛跑排队，来影响接下来谁会前进啊，谁会出包。所以等比赛开始以后，玩家就不能再控制了，只能看牌一张张翻开，然后开始尖叫。因为这个赛跑牌库在跑的时候呢，都有每个玩家加进去的这些很心机的一些牌来影响整个赛局，所以它就变成了一款非常有趣的赛跑体验。你会以为你有策略，你能够影响这个赛局，可是其实你只是把这个混乱包装成一种信心，然后来让整个赛局看起来好像可控又不可控，进而失控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比赛过程本身就是表演，你常常会因为自己偷偷塞的那一张牌窃笑，但是你也会体验到自己最看好的玩偶突然失速，然后就崩溃那这款赛跑游戏呢，你看它有下注的成分，然后有玩家们塞的关键卡牌带来的反转的场景，又有很荒谬的角色，还有这种很容易懂的赛跑张力就让它成为了一款我觉得在派对场合非常适合开出来，不管你是很认真的玩家，或者是只是想要欢乐一下的派对玩家，都能够在游戏中笑出来的一款游戏。那同一个出版社在2025年还有出了另外一款也是赛跑游戏，叫做 Magical Athlete。 那这一款游戏呢，它的框架更专注在玩家能力，每一个赛跑的玩偶呢，它的超能力都非常的多元而且丰富，而且因为角色相当多，然后每一场赛跑有不止一位的玩偶可以上场，可以慢慢挑选组队。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一类游戏的人你想要更专注在赛道上你可以选 Heart Track。 你更喜欢玩偶超能力赛跑，每一场比赛有各种不同的超能力玩偶让你组成跑队，然后跑出各种超能力大乱斗场景的玩家，你就更适合 Magical Athlete 这2款都蛮有趣的。我的第15名游戏其实是在 Game Mart 发现的那它是 Arclight 出版社的游戏 Tornado Splash。 它是一场水上积聚的竞速游戏，核心是你的路线卡的手牌管理，玩家要在速度跟转向控制之间做选择，来跑出最漂亮的航线。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玩家会选择不同性能的角色，接下来就会用手上的航道路线卡来移动。每一张牌呢会代表不同的速度、角度或转弯方式，玩家打牌的时候要想办法把它接到赛道上，让自己的船可以前进、过弯、避开阻挡，甚至来卡住对手的路线。落后的玩家可以透过补牌或者是相应的后追机制来做追赶。每一场比赛也会有关键的 boost， 可以让玩家在重要时刻冲刺。那这款游戏的乐趣很视觉化玩家你不用懂很复杂的规则，也看得出谁过弯比较漂亮啊，谁路线被卡死，谁一个 boost 冲在前面。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比数字的游戏，而是有一点空间感跟赛道判断。你会一直想说，我这张高速卡能不能硬切过去？如果你是一个想在自己的游戏推荐清单中放一款画面感很强、节奏明快、很多人欢呼的这种赛跑竞速游戏的话， Tornado Splash 呢，它就是一款很有亮点、很适合拿来压轴或在中段提振气氛的游戏，是一款在2025年让人耳目一新的路线卡赛跑游戏。好，以上呢是我2025年推荐的15款游戏从前10名到第11到第15名，有充满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那如果你的口味跟我相近，我相信这15款游戏也能很快的满足你。那我们拍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后续还会再拍一款2025年之前出版但我从来没提过的游戏，我后来玩到了觉得很好玩，觉得不能漏的，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那我到时候拍完之后会再尽快的剪辑给大家咯。我是桌游菜鸟，我们桌游介绍的相关影片下次再见，拜拜。